好啦，今日的節目就這麼快樂的展開啦。那我看看啊，各地系統應該都沒有問題了。我只是這個 YouTube 沒有投票，但沒問題。今天就這麼開始了。那先講今天這一集呢，是因為專業是會計師的觀眾定做的 Chen Anita，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在線上啊？但實際上他定做這個題目非常有趣啊。我們應該這樣講，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哲學類型的題目，但實際上不是。他講的是非常實際的這一個概念啊。謝謝 Chen Anita， 我要把你的名字 add 在我們的題目最後面哦。來，你仔細聽一聽，希望我今天的東西讓你滿意。那我們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啊，他說科學終將勝利。但社會科學算不算科學？社會科學會不會勝利？那這個裡面牽扯到很多，包含了台灣高鐵每一次換一個折舊的算法，它的賬目就換了一次。蘇聯的李森科他否定遺傳學，整個國家用饑荒買單，規則可以投票改，但是規律不行。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那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社會科學到底會不會終將勝利？這位會計師呢問的問題讓我們開始思考，為什麼最多工程師治國的蘇聯卻造出了車諾比？我們會講到李森科 Goodhart 定律、公允價值、車諾比、量尺跟真理。定場詩先來。準則翻修無定本，量來量去為誰瞞？滿朝律法誇能治，一電工程敢補天。盡了基因田自受，風塵時關火猶燃。規章可改人心舊，這筆糊塗賬誰還？所以各位，這一集我們前面講的不是我自己選的題目，是因為觀眾定做的，而且他定這個題目直接打在萬事通事務所的科學終將勝利的招牌上面啊。那這位同學是會計師，從業多年，他天天打交道的東西呢，我們先幫各位聽直播的同學翻譯一下，不然你不懂。那因為等一下整集都會用到，這個貓叔看新聞說好久沒刷到朱大。我已經天天直播半年了吧，180天呢。我們先這樣講，第一個叫做 GAAP，G-A-A-P， 全名是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 中文叫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講白話的就是美國的記賬規則書啊，一家公司賺多少賠多少，資產值多少，要怎麼寫在報表上，這個規則書說了算。第二個叫 IFRS， 叫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中文叫做國際財務報道準則，這是另一本規則書，歐盟帶頭用，現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改用它，台灣從2013年起也接軌了。你只要記住一句話 ，GAAP 跟 IFRS 是兩本不同的記賬規則書，同一家公司用不同的規則書記賬，報表可以長得不一樣。所以這位會計師同學呢來信問了一個問題，他說：朱大，你節目每次結尾都講科學終將勝利，可是我做會計做了這麼多年，越做越懷疑我的專業到底算不算科學？為什麼懷疑？他給了3個理由。那3個理由，第一個，會計準則本身一直在改，從 GAAP 到 IFRS， 同一家公司同一筆生意，換一本規則書，報表就換一張臉。如果這是真理的話，真理怎麼會有2個版本？這是非常尖銳的一個思考模式。第二個更精彩，這裡先解釋一個詞，叫做公允價值 （fair value）。fair value， 白話講就是這東西現在拿去賣值多少錢，跟它連在一起還有一個講法叫做按市價計價，英文叫做 mark to market。意思是說，你手上的資產不能自己說值多少，要看市场现在愿意出多少，你才能记多少。听起来很诚實，對不對？結果搞到2008年出事了，金融海嘯一來啊，銀行手上那些房貸包裝出來的資產
市場上根本沒人要買，只剩跳樓大拍賣的價格，按市價計價的規矩一套下去，銀行賬面資產瞬間蒸發，越算越難看，資本不夠就得打。然後呢，大到不能倒是什麼意思？然後美國國會開聽證會啊，議員把這個 FASB 的主席叫過來。FASB 的全名叫做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中文叫做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他把他叫來，負責寫美國那本記賬規則書的機構說：來，那條按市價計價的規矩啊，正式名稱叫做 FAS 157公報，主題就是公允價值衡量。2006年呢發布，2008年起適用，剛好在最壞的時間點上路。2009年4月2號啊 ，FASB 表決通過修訂，4月9號正式發布，放寬認定市場不活絡或者交易被迫清算之後，可以不用照那個跳樓價入賬。你没看錯哦，會計上的真實價值是在國會壓力下被投票改掉了。而且時間點抓剛剛好，再不弄國家就亡國滅種了，就卡在銀行的第一季財報公布之前，改完之後，銀行的財報馬上變好看。資產沒變啊，市場沒變，變的是量尺。第三個理由就在台灣，就是高鐵。這個案例我要多講幾分鐘，因為它太經典了。那高鐵大家之前不是一直講說啊，到底是虧損呢？還是有賺錢，大家這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因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算法，但沒關係，認真要算有很多種可能性，但這個就讓人痛苦啦。為什麼？第一個叫做折舊，那怎麼算這個價值呢？是你買一台車100萬，開10年報廢，會計上不會讓你在買的那一年就認列100萬費用，而是把這個100萬攤到10年裡，每年認10萬。這個攤提的動作叫做折舊，攤在無形資產或特許權上的時候呢，改叫攤銷，同一回事，換個名字而已。那第二個是折舊要怎麼攤？最單純叫直線法，100萬除以10年，每年10萬，年年一樣，畫成圖是一條直線。另一種叫運量百分比法，不按年份攤，按你實際跑了多少趟，就是落地折一半的意思，是這個意思。那照着這個數字來跑呢，車跑得多就攤得多，那車跑得不多呢，就攤得不多。在聽直播的各位，這裡請你記住一件事情：同台車，同樣100萬，用不同的方式攤，每一年財報上的數字完全不同。選哪一種方法是公司決定的，只要有合理理由，會計師點頭就合法。那這個回到高鐵，台灣高鐵啊，台灣高鐵是 BOT 案 ，BOT 3個字母是 Build Operate Transfer。中文叫做新建營運移轉，民間出錢蓋，蓋完自己營運一段時間回本，時間到了整套交還政府。高鐵可以營運的那段時間叫做特許期，原本是35年。問題來了，35年一到，東西要還給政府，所以賬上所有的設備都要在35年之內折舊完畢，賬面歸零。這個壓力大到嚇死人了，年年都巨額虧損。2009年的第一階段才改動作來了，折舊從直線法改成運量百分比法。講白一點，高鐵運量沒有當初預估的那麼好，車跑得少，那就折得少，賬面壓力瞬間變輕，破產的時鐘按下暫停。然後呢，2015年第3階段才改，立法院吵翻天，交通部長葉匡時的方案在交通委員會被18-0否決，全數反對，1票贊成都沒有。他當晚就請辭下台了。最後修正版方案還是過了。3件事：第一，特許期從35年延長到70年，攤的年限一口氣延長1倍；第二，減資60%，打掉390億累積虧損。減資講白是什麼？這就是一個財政手段啊，把股東手上的股票面額縮水，用縮掉的那一塊去沖抵公司賬上的爛賬，
讓虧損從賬面上消失。第三，公股行庫跟相關基金增資300億進來，特許期拉長之後，2016年股東會攤銷方式又改一次，又改回直線百分比法。官方理由是什麼？財改已經通過，年限拉長了，未來運量難以估計。各位，你一邊聽就一邊知道為什麼我們的會計師圈Anita覺得這東西實在是搞死人。因為同一批軌道，同一批列車，2009年之前一把尺，2009年之後一把尺，2016年之後又一把尺，3把尺，每一把都合法，每一把都經過會計師簽證，然後高鐵從瀕臨破產變成現在穩定配息的定存股。當然人變多，運量變多也是有差，但不對吧？這個太奇怪了吧？資產是同一批資產，變得從頭到尾都是两尺。所以這位會計師問，如果真理可以被國會投票改掉，可以被股東會決議改掉，那社會科學到底有沒有真理？我這個專業價值到底在哪裡？我跟你講，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好到我不敢在留言區用3行字打發他，再加上人家出錢定做這一集了，我一定要好好挖。因為這個問題你一路挖下去，會挖到本台的立台基準科學終將勝利的地基。科學的勝利究竟適用在哪裡？所以我們今天用國際的角度，用歷史的角度來解釋，並且試着詮釋它的問題。我們把這個整個科學終將勝利的信念挖開來看，走過5大強權的治理文化，走進一個殺死自己遺傳權的國家，最後來回答他：你的專業價值在哪裡？先說結論的方向，真相總是傷人。這位同學，你懷疑的沒錯，你手上那把尺確實不是真理，但你猜怎麼着？正因為這把尺不是真理，拿尺的人才重要，因為良心才是這一個學科的關鍵。聽到最後你就懂了，希望你今天一直待在線上啊。那我們接下來要說，順帶一提啊，我今天在測試直播的時候，我直接把我的那個攝影機的那個解析度開到4K 了。請問各位一直抱怨我長得模模糊糊的人，有沒有覺得我的長相變得比較清楚了嘞？請各位回答一下。金盞花說這一集蠻深奧，沒關係，我們前面開場比較深一點，比較走哲學議題，但是後面我們就講故事啊，你聽後面的故事也會有收穫的。這個壞掉的龍九說，請支持超哥的5星級飯店 Q 胖券，3人阿魯巴老豬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助打氣，謝謝。Mr. 阿開始說支持9哥使用超哥的5星級飯店 Q 胖券，3人阿魯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點選置頂連結。移下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謝謝。By the way， 下周有場桃園見面會，參與連結在阿宅福利社的限時活動裡面，請各位踴躍報名參加。底下我們置頂那個連結裡面也有，8月2號下午我們會到桃園去，各位可以有機會看看，我們這個認真努力、付出又美麗的哈爾濱奇女子嚴老板。好，那 Jeju Fish， 謝謝你的抖內，各位有空的話要來參加網聚哦。稍微揮勸說，我盡量撐着不睡着，晚上這個時間睡着會不會是白天吃東西吃太多了？好，Lie Home 說解析度變很好。Mr. 阿卡森說解析度目前沒有感覺，可能是喝不夠多。好，来，好。我們前面把病灶找出來，现在要開藥了。會計師同學的問題呢，其實在分類，他把世界分成會變的社會科學跟不變的自然科學，這直覺對了一半，錯的那一半是我們今天整集的關鍵。先給你一個比喻，你看過世界地圖吧？麥卡托投影法拉了長長的，類似橢圓的形狀。格陵蘭看起來跟非洲一樣大，實際上呢，非洲是格陵蘭的14倍。那麥卡托投影是錯的嗎？
麥卡托投影是錯的嗎？不是，航海的人愛死他了。為什麼？因為它角度是準的，羅盤航線畫出來是直線。地圖投影法沒有唯一正確的版本，但有明確錯誤的版本。你要是畫一張地圖，說台灣比澳洲大，那就是錯，沒得凹，沒得凹。那會計準則就是地圖投影法 ，GAAP 跟 IFRS 就是 GAAP 跟 Inverse 是兩種投影方式，各有取捨，沒有哪一個是宇宙唯一真理。GAAP 改成 Inverse 不是真理變了，是量尺換了。所以會計準則不是社會科學的理論，它是人造的度量衡，人造的東西嘛，就會跟着變。那公尺、英尺哪個是真理？都不是，長度是真的。所以聽到這裡，你一定會說，朱大，你不就承認嗎？社會科學就是沒有真理，全是人為約定嘛？等等，還沒講完。社會科學有真理，我們查了半天，終於發出一個意外的挖掘。社會科學有真理，而且是鐵打的真理，只是它的真理不長在規則裡，長在人性裡面。我介紹一個理論給各位聽，那這一集這個理論會用到底。什麼理論呢？叫做 Goodhart 理論，古德哈特理論。提出的人叫做 Charles Goodhart， 英國央行的經濟學家，1975年提出，核心概念一句話就講完。當一個指標變成目標的時候，它就不再是一個好指標。為什麼？因為人會回應誘因，你考核什麼，人就操作什麼，人就配合什麼。這個定律在這一集為什麼重要？因為它解釋了所有我們前面提到的案例。你看到高鐵，它的折舊方式本來是衡量資產損耗的指標，什麼時候它被換來換去？當財報好看變成目標的時候，指標一變成目標，折舊方法就從量尺變成工具。你再看 FAS 157，就剛剛講的那條按市價計價的規矩，這個本來是衡量資產價值的指標，什麼時候它被國會修理？當銀行不能倒變成目標的時候，就要修理啦。那結果呢？兩個案例隔了半個地球，一個是台灣的 BOT， 一個是華爾街的次貸，行為模式一模一樣。這不是巧合，這是規律，這是規律。所以我們要把兩個字分開：規則跟規律。規則是人寫的，可以投票，可以修訂，可以被股東會決議推翻。GAAP、Inverse 高鐵的折舊方式、憲法、民法全都是規則。規律是人打不住的，能量守恆不會因為公投給你打折，鈾235的半衰期不理會任何政黨的決議，而 Goodhart 定律，請注意 ，Goodhart 定律也是規律，它描述的不是某條法規，它描述是人性，只要有誘因，就有人回應誘因；只要有量尺，就有人會扭曲量尺。規則一直改，恰恰是因為規律從來不改，所以你要一直繞，一直繞，要躲過規律。每一版新的會計準則都是在對上一輪鑽漏洞的人打補丁，打，補丁打完，人性再鑽再打，無限循環。在聽直播還在懷疑自己專業的那位同學 Chanelita， 你看出來了嗎？你的專業之所以永遠會改版，不是因為它沒有真理，是因為它面对的真理太頑強了。物理學家對付的原子不太會看財報，你對付的人類會。所以我們把規則跟規律分清楚了，接下來一個更大的問題來了：一個國家的掌舵人是受規則訓練出身的律師、政治學者、經濟學者，還是受規律訓練出身的工程師、物理學家、化學家？治理出來的國家會不會不一樣？那我們的下訂單的這位會計師呢，指定了5個對照組，指定了美、中、德、日、英。所以網友不要再抱怨為什麼沒有法國，客戶沒有指定啊？為什麼我要塞法國呢？有病是不是？來，我們進入這一章，很妙。為什麼妙？因為我們先進律師最多的這個國家，滿朝文武皆是律師。什麼意思呢？美國
那會計師同學給美國的定位是法律、政治、經濟背景比較容易進入決策核心的治理文化。他講得很客氣，我給你數字，你自己感受一下。美國國會研究處英文叫做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簡稱 CRS， 是國會自己養的智庫，專門幫議員做研究，出的東西算官方等級。他們2025年8月更新的第119屆國會成員側寫報告，白紙黑字，眾議員裡面31%擁有法律學位，而且執業過。參議院更誇張，47%，你沒聽錯，參議院有快一半是律師出身。眾議院70%的人，參議院82%的人進國會之前已經是地方或州的民選官員，也就是說他是職業政治人。這是美國的文化，你不要覺得意外。美國的建國文件是誰寫的？律師。獨立宣言56個簽署人，也就是 Founding Fathers。美國的國父是複數詞 Founding Fathers。56個簽署人，超過一半學過法。整個美國的政治運作邏輯就是法庭邏輯的放大版。對抗制、程序正義、口頭辯論定勝負，這套系統的強項是什麼？強項是議約談判制衡，把衝突用程序消化掉，而不是用槍消化掉。你要說它沒價值，它超有價值的。人類史上大多數政權轉移是流血的，美國200多年用投票跟訴訟解決，這是律師文化的功勞。但是各位聽到這裡，你就會問律師治國有沒有罩門？有。律師的專業是規則，是在規則裡面找勝利。可是有些對手不跟你講規則。美國歷史上最諷刺的一幕是，當這個律師之國難得選出一個貨真價實的工程師當總統，迎接他的是什麼？大蕭條。Hoover 胡佛水壩的命名來源 Herbert Hoover， 這個人履歷漂亮到發光啊！史丹佛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讀地質，畢業後跑遍全世界當礦業工程師，澳洲、中國、緬甸，40歲就財務自由。一戰的時候組織比利時救濟的工作，養活了幾百萬人，效率高到全世界都叫他大工程師。The Great Engineer。當商務部長的時候，標準化無線電頻譜管理、航空管制，樣樣都是工程師手筆，很多是全世界首創。1928年選總統大勝，美國人當時想的是，我們把國家交給史上最會解決問題的人了。沒有想到1929年10月股市崩盤，然後嘞，這位史上最會解決問題的人，用工程師的方法解決，找數據、開會議、組織自願性協調，要求企業自律不裁員，堅持平衡預算，每一步都非常理性，每一步都是把經濟當成一台可以校準的機器。結果嘞，失業率飆到25%。劉明搭的棚屋區叫做胡佛村 （Hooverville）。4年後，他被小羅斯福用壓倒性票數轟出白宮。我講白一點，直接一點，胡佛輸在哪？他輸在把規律的世界方法論套在人心的世界上。機器不會恐慌，但市場會，人心會。橋梁的應力可以計算，擠兌的心理不能。銀行倒閉潮是一場集體信心崩潰，而信心這種東西不在工程師的教科書裡面。我們照物理定律走，我怎麼會知道你內心恐慌個什麼東西？順便補一刀美國還有另外一個受過堅實理工訓練的總統，叫卡特，海軍官校畢業，被選進 Rickover 核動力潛艦計劃，李高佛核動力潛艦計劃。受過反應爐的工程訓練，
聰明到不行，看簡報連注腳都看。任內呢，停滯性通膨，人質危機，4年就下台。他的幕僚後來抱怨，卡特連白宮網球場的使用排程都要自己管了。工程師的細節控放在總統的位置上，變成見樹不見林。所以美國這一章的結論是什麼？不是律師比工程師會當總統，是這個律師之國的系統是為規則的賽局最佳化的。他議約能力天下第一，但是當危機來自規律層面，不管坐在白宮是律師還是工程師，這個系統的第一反應永遠是打官司、開聽證會、修規則，就像2009年他們對 FAS 157做的那樣。你改了這個東西，你只是讓銀行表面上不破產而已，虧錢還是虧錢。問題是規律不出庭，但等價交換的結果是你選了一套最會處理人跟人衝突的系統。代價就是他處理人跟現實衝突的時候，反射動作是傳喚現實來作證，作證有個屁用？來，可是接下來要講到另外一個悲劇的，這個真是工程師仔仔最痛苦的時候，沒有辦法，因為美國是法律人主場，有哪一個國家正好跟他相反呢？地球的另一邊。地球的另一邊來到了中國，真正的悲劇在蘇聯啊！我等下再講，我剛把那個篇幅記錯了。來，中國是工程師的政治局哦 ，Politburo 政治局。來，所以我們這樣講，如果美國是律師之國的話，地球上跟它鏡像對應的呢，就是中國了。目前看起來中國表現得非常好，但是真正我們要對到100%工程師對應的是1990年代到2010年代的中國。各位知道那個年代的中共最高權力機構學歷結構長什麼樣子嗎？我引述一個簡單的布魯金斯研究院的中國政治精英專家李晨的統計啊，這位是全世界數政治局委員學歷數了幾十年的人。1997年15大政治局的常委呢是什麼組成？來，你看我後面這個動畫。1997年15大政治局常委7個人，6個工程師，1個建築師。2002年16大常委9個人，全部每一個都是工程背景出身。你把名單攤開來看，江澤民上海交大電機，胡錦濤清華水利，李鵬莫斯科動力學院電力專業，溫家寶北京地質學院，吳邦國清華電機，還真當過工程師。這不是政治局啊，這簡直是工學院的系友會。為什麼這樣子？這是鄧小平刻意的。謝謝 Amy 抖了一個布丁哦。鄧小平為什麼要刻意這樣安排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文革把意識形態鬥爭玩到亡國邊緣，鄧小平呢掉頭就走，不能再走這條路了。1980年代他開始搞幹部4化。其中一化就是知識化、專業化。講白了是什麼意思？講白了就是先把會背語錄的人換掉了，換會算數、會動手做的人上來。整整一代工程師被系統性的拔擢進了黨機器，效果有沒有？有，而且肉眼可見。高速公路、高鐵網、電網、港口、三峽大壩。基建狂魔這個外號就是這一代工程師治國的產物啊！工程師，我們這些理工男哦，看世界的方式是問題、方案、工期、驗收。
這套思維拿來蓋東西啊，天下無敵。中國的高鐵從0到4萬公里的這同一段時間哦，美國連加州一條高鐵都蓋不完，同一個時期哦。你要說工程師治國沒有用，數據會打你的臉。工程師治國就是有用，但是各位，我絕對不是一味的吹捧啊，我們就是要站在一個紅隊思維，讓你兩邊都攤開來看。你就可以自己有了穩定的思考跟分析能力。所以為什麼要這樣講？中國照理來講是全世界最尊重客觀規律的國家呀。是啊，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我問你，爛尾樓是誰的任內搞出來的？恆大暴雷，各地停工樓盤幾千萬套蓋一半的房子，這些工程圖紙合格，結構計算合格，施工單位專業，工程本身沒有違反任何物理定律，違反的是什麼？是金融規律，是供需規律，是龐氏結構終將斷裂的這條規律。滿朝的工程師哦，看得懂鋼筋的應力，卻擋不住土地財政的誘因結構，或者說不是看不懂，是這個體制裡面看懂了也不能講。看懂了也不能講，這就是關鍵了。工程師治國的中國跟律師治國的美國，罩門竟然是同一個，不是缺專業，是專業講的話，權力可以不聽。美國的方式是國會傳喚 FASB 財政委員會修改那把尺，中國的方式更直接，兩尺根本進不了房間。而且各位注意一個轉折。習時代之後嘛，也就是習主席上台之後，那工程師政治局已經是過去式啊。李晨把新一代叫做技術官僚 2.0， 也就是他把兩個東西融合在一起，有工程師，但是最好要落地執行過的。他把金融背景、航太系統出身的省部級科學家院士入局，結構整個換血。老一代電機水利工程師時代在20大之後正式落幕，所以連工程師治國本身在中國都是一個被權力挑選、被權力汰換的階段性產品。現在到下一個階段了，好不好？這個可以思考一下。本章的結論是：真相總是傷人。工程師治國的上限不是工程師的能力，是體制允許現實說話的音量。當現實不能否決權力，全世界最多的工程師也只是把錯誤的決策執行得更有效率而已。這句話我先記得後面我們談蘇聯的時候會談到最極端、最血淋淋的版本。但是在那之前，先去看兩個把專業跟權力的關係處理得比較文明的國家。先看德國。所以我說各位，今天的內容呢，沒有你想象那麼嚴肅，因為我們的客戶把這個範圍擴張到國際了，所以你看每一個國家的角度切分，就是要做類牛沒有錯，就他現在選進來的是有跨領域的運作經驗的。那不管國家主席怎麼想，這些人至少可以知道裡面有什麼樣子的狀況，然後你才會下去做。BB 利說，如果一個人既是工程師也是律師呢，他多半在街上要飯。對不起，這兩個真的相衝突，這兩個真的相衝突。所以啊，我的意思是說，現在的技術官僚是第一個，多半要懂技術；第二個，但是你也要會官僚體系的磨合。你把兩個東西糅合在一起，就比較不會出嚴重的狀況。來，接下來進到德國啦。但是在那個之前，要先各位講一下這個。我們最近呢，千萬不要忘記，本人是在帶貨的。這個是我最近用2顆，出差的時候可以用庫泰科的25000毫安培，可以帶上飛機，而且100%合格的210瓦25000毫安培的這個電池，這真的好用，3000多吧。但是我一個
買了之後用了3年才壞掉。我強烈跟各位推薦固態科的行動電源，真的不是什麼路邊瞎雞巴牌子，真的用得多，而且它還有出那個外骨骼的那個輔助行走器嘞，我改天要弄一台回来。回勸說，參加桃園場網友見面會，建議可以提早1小時吃個酸菜白肉鍋，等豬大，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美術學院落榜生，德意志帝國會收你，但是就不妙了。來，我們進到第2個對照組了，要看德國了。想不出來，我背後這位老奶奶嗎？是萊比錫大學物理系1986年的量子化學博士吧？梅克爾。火花杀盡百花殺呀，百花殺，媽背這個東西都背不好。來到什麼？去年，明年9月8是不是？我最近才剛背，但就我背不太起来。來，第2個對照組，德國會計師同學給德國的標籤是重視工程、製造與科學精神的國家文化，這標籤貼得準。德國是那種把工程師3個字刻進社會地位的國家。工學碩士的頭銜哦，以前可以印在名片上面，寫在門牌上，我是工程碩士啊，跟博士一樣，是一種身份，不是要到 Doctor 在德國才能夠被列在身份，工程碩士就可以。雙軌技職教育，隱形冠軍的中小企業。對 Made in Germany 的宗教式執着，這個國家的靈魂啊，根本就是一座機床。哦，對了，待到秋來9月8，火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鄉鎮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所以後來的朝代都學會了給獎學金很重要哦，你要想辦法讓這些考不上的人能夠有工作做，有獎學金弄，不然前有黃巢，後有太平天國啊！侯秀全也是落地變成這樣，請大家要善待我們這些考不上這個研究所，或者是考不上其他單位的人，好嗎？來，然後呢，這個國家出了一位物理學家總理 Angela Merkel。萊比錫大學物理系，然後在東德科學院做研究，1986年拿到博士，做的是量子化學，算反應速率常數的。這位是全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裡面科學訓練最扎實的一位，沒有之一。他的所有決策呢，完全是科學家的，出了名的慢，出了名的等數據。德文甚至因為他發明了一個東西叫 Merkel， 意思是遲遲不表態。Merkeln， 遲遲不表態。歐債危機、難民危機，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結論，有些結論是錯的。譬如說像難民危機，他說我們一定可以 ，we will survive， 結果他媽搞到德國現在分崩離析，右派大幅崛起。梅克爾的結論你可以不同意，但他的過程永遠是做實驗一樣，收集數據、聽取模型，逐步推進。照理說，這是規律科學人治國的夢幻劇本，對不對？但是我考各位一題：全世界哪一個主要國家？哪一個主要國家？主要工業國 G7 哦，主要工業國。在2011年之後，把自己運轉良好、沒有問題的核電廠全部關光光。答案呢，很諷刺，就是物理學家當總理的德國。2011年3月，福島核災3個月內，梅克爾政府宣布，德國2022年前全面廢核，最後3座核電廠。
2023年4月15號正式關機。做這個決定的人是一個博士論文在算量子化學的物理學家。在聽直播的各位一定會問：難道他不懂核電的物理嗎？他當然懂。德國的反應爐跟福島的廢水堆設計不同，德國更沒有海嘯。德國的核電廠安全記錄良好，這些他全知道。那他為什麼關核電廠？因為福島之後的那個周末，巴登符騰堡邦的選舉，綠黨史上第一次拿下邦總理。因為民調顯示70%以上德國人要廢核，因為他的執政聯盟撐不住了。所以各位看清楚這一幕。再怎麼樣純粹的理工人，一個完全看得懂規律的人，選擇了服從規則，服從了恐懼的人心。因為在民主制度裡，選票就是規則，而規則可以否決他個人對於規律的理解。跟蘇聯的李森科事件剛好是鏡像。等一下，第7章你會看到，蘇聯是權力學科學，科學家下獄；德國是選票否決科學家的專業判斷，科學家本人繼續當總理，程序和平，沒有人坐牢。同樣是政治壓過物理，文明的差距在於一個用監獄，一個用選舉。是各位，等價交換的時間到了。規律有沒有因為程序文明就放你一馬？沒有。廢核之後的德國能源結構缺口拿什麼補？很大一部分是俄羅斯的天然氣。北溪管線越蓋越粗，對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越來越深。然後2022年烏克蘭戰爭，能源武器化。德國電價飆升，工業叫苦，全國回頭重啟燃煤救急，碳排目標先放旁邊。烏克蘭還恩將仇報，把北溪2號的管線給炸了。你看開不開心？開心吧。物理學沒有懲罰梅克爾，物理學只是把賬單寄給了10年之後的德國。德國有非常多的化工業要外移到中國去了。回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对啊，巴斯夫嘛，跑到中國啦。為什麼？電不夠啊，污染標準太高啦。所以這一章的結論是，領導人懂不懂規律，跟國家會不會照規律走是兩件事。中間隔着的東西叫制度，有時候還叫選票。德國人自己投票選擇的這條路，代價自己付，這是民主的等價交換，怨不得人吶。但是賬單本身的金額呢，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啊，總會拿到的，好不好？賬單金額是交給這個規律開的，選民是沒有辦法介入，你不能因為靠北就讓你的電夠用啊。好啦，我們現在已經講了這麼完整了，一個律師之國，一個工程師組成的政治局，一個物理學家帶頭廢核的工程之國。接下來去看一個你很意外是誰出生都不重要，程序最重要的國家。這時候還要帶一下貨，各位，我強力推薦這一本書，這本書是我們每次都推薦很多人買回家看的，叫做媽的被踢掉了。好，就是簡商啦，一個描述商代的世界到底是怎麼樣子一回事，怎麼樣用人際，用人的血肉去讓一個朝代運轉。如果今天打仗不順，那表示老天不高興，老天不高興怎麼辦？殺。如果今天嫁娶不順利，表示老天不高興，先殺牛再殺人。來，第5章呢，就是妙了。第5章的
內容你猜不到了吧？是日本吶、日本這位會計師同學的描述是官僚制度跟程序治理色彩比較強的國家文化。日本這個案例有趣之處在於它跟前面3國都不一樣。美國看律師，中國看工程師，德國看科學家，日本的答案是看什麼出身，看你有沒有通過考試啊。你可能不知道，日本真正的統治核心才不是這些上上下下一直重組、改名又組合的這些政治人物，不在永田町的國會，在霞關的中央審廳。霞關的入場券是全世界最兇殘的考試之一，所以我很多朋友去日本的時候啊，都跑去看永田町，看那個虎之門是吧？那一站，我說你看這就錯了，可惜你沒有辦法認識霞關的那些中央公務員，在霞關的中央審廳才是關鍵。日本一路走到現在，才不是靠這些智障白痴的正二代。他靠的是公務員啊，國家公務員綜合職試驗，就稱甲種，一種考試，考上的人叫做 career 官僚，一進審廳就是儲備幹部，跟一般公務員是2個物種。我記得以前還有一本漫畫專講這樣子的人，後來不知道有沒有出，我搜一搜斷頭了。所以啊，他一進審廳就是儲備幹部，跟一般公務員根本是2個物種。這條路的正統起點呢，幾十年來就一個地方，日本的第一志願東京大學法學部。人事院公布的數字啊，2023年綜合職考試合格者出身学校第1名還是東大。193人，比第2名京都大學118人多出70幾個。外務省、財務省這種頂級官廳，常年就是東大、京大的天下，其中又以東大法學部為正統中的正統。注意哦，是法學部。日本的統治精英訓練哦，跟美國一樣，是走法學部出身的。不是工科，很抱歉，但是跟美國不一樣的是，美國律師進國會靠選舉，日本法學部的精英進霞關是靠考試，然後在審廳裡面用潛力跟秉義統治國家。這個就是我以前的學長定下來的東西，我們要照着做，我們要照着做，就這樣，沒得講。那這個事情呢，就代表它的制度非常的固化。可是固化就是日本人習慣的模式。那什麼叫做秉義？秉義制是日本官廳的決策方式。承辦人先擬一份案子，這份公文從最基層往上遞，每一層主管蓋一個章，蓋滿為止。好處是每個人咚咚咚咚咚都看過，都同意了，決策非常穩。壞處你等一下就會看到，一份公文蓋章蓋一整排，出事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人是那個做決定的人。台灣的公務體系很大一部分是學這一個模式，但是偏偏我們進公務員體系的不是國家最精銳的人，我們國家最精銳的人跟韓國一樣跑去當醫生去了。這套系統的黃金時代哦，是戰後的通商產業省通產省 MITI。1950到70年代有一本小說叫《官僚之下》哦，你看過你就知道那些人多麼厲害，跟政府一起合作，跟美國對抗，跟產業界對抗。通產省的官僚從1950年到70年代用產業政策把日本從廢墟變成世界第2大經濟體，全世界的政治學者都在研究日本株式會社。哈佛學者傅高義寫日本第一，程序治理的強項表現得淋漓盡致，穩定、
可預測，不會人走政席，人亡政息，首相換了再勤，國家機器照常運轉。在聽直播的各位啊，你聽到這裡一定有人說：“哎，朱大聽起來很棒啊，專業文官治國，不用看政客臉色，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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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章的反例呢，就是福庫西馬2個字福島。2011年3月11號之前啊，日本核電界有一個詞叫做安全神話，官方電力公司監管機構異口同聲，日本核電絕對安全。各位，我們節目的老規矩啊，是當局的話術反向解讀公式，這裡要用第一次了。當官方需要用神話等級的口徑跟你保證絕對安全的時候，代表提出質疑這件事情在系統裡已經不被允許了。果不其然，事後調查發現，海嘯高度的警告研究早就存在了，不是沒有人提過，而是東電內部2008年就算出可能有超過15公尺的海嘯，然後呢，這份計算在程序裡面履行、開會、再研議、待評估、規律在敲門，程序說就都嘛得古拉塞你等等排隊拿號碼牌。2011年3月11號，复合式災變發生，地震、海嘯、火災，15公尺的海嘯真的來了，備用電源在地下室淹掉，爐心熔毀。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用詞史無前例的重，委員長黑川清寫說，這是一場 Made in Japan 的災難。根源性規制俘虜，是不敢質疑上級的文化，是墨守成規的反射動作。翻成我們的語言是程序治理的罩門，就是程序本身變成了目標。Goodhart 定律又来了，程序本來是確保品質的指標，當跑完程序變成目標，程序就變成規避責任的工具。每一關都蓋了章，所以沒有任何一個人有責任。海嘯不收公文，他直接執行。這一章的結論是真相總是傷人。等等，災保520那個大陸的公務員很難考。上次我查資料的時候研究，有某一個很奇妙的地方的什麼海關員還是什麼東西，媽7000多人考一個位置，7600多人。所以老共那邊公務員是精英，這個我從不懷疑。但是他有他的問題，我們今天不要討論那麼複雜嗎？每一集一討論變嗎？5、6集才做完東西，來，我們收回來台灣。真相總是傷人。日本示範了去人格化的規則統治能走多遠，它消滅了強人的韌性，也消滅了吹哨的音量。規則統治到了極致，規律反而找不到門進來，通通都他媽規則。順帶一提，這套神話系統現在也在崩壞。第一個，極右派那些阿薩布魯的神經病跑出來了；第二個，東大生的官僚逃亡，國家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10年砍半了，年輕人寧可去外商顧問業，連考試之神自己的信徒都開始還俗了啦，都開始還俗了。來，接下來最後一個對照組要把雄辩當成政治統治技術的國家要來嘍，要來嘍！什麼？還有網友問說，史瓦蒂尼是什麼國家？一個內陸國，沒有什麼產業，那國王決定一切，所以國王決定要跟台灣保持邦交，他就保持邦交了，沒得談。所以這個東西我強烈建議你不要記住，因為它跟周邊國家的關係也不好。
為什麼要去史瓦蒂尼玩要20幾萬呢？因為你要先在別的地方降落，然後一周只有幾班的包機飛進去，就這麼簡單。這個不是一個先進國家，它甚至連開發中國家都不算，它是未開發國家。然後還是跟大家宣傳一下，这個置頂的連結進去有桃園的網聚。我跟你講，我們網聚就是很隨性啊，你也不需要怎麼樣，我們就帶一大堆東西來抽獎，把辦公室的東西分給你，然後大家聊聊天，我們講講八卦。現場有一半會直播，另外一半就講不能在網絡上公開講的內容，那這個才是有趣的地方，好不好？來，所以各位記得這個活動都是限量的哦，因為那個場地沒有很大，那個場地就是老闆娘平常開店的地方，我們在星期天下午偷溜過去給他佔據，但現場有東西吃啊，你還可以帶一包水餃走，然後還有這個老闆娘店裡面本來就提供的免費飲料，好嗎？來，5大對照組的最後一站，講，來到哪裡了？來到英國了啊！英國是什麼？這個會計師同學其實看得很廣，他說，英國是一個 PPE 等人文社會精英教育為代表的治理文化。先解釋 PPE 是什麼？這3個字母在英國政壇的分量，台灣觀眾可能沒概念。PPE 叫做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政治、哲學、經濟。所以《經濟學人》這一份雜誌我很愛看啊，它才會從英國為總部一路往外走。它在世界大部分的國家都有派駐記者，而且他寫出來的內容，我覺得比 CNN 深入多了，而且他找來的專家的專欄評論也非常好，我強力推薦這一本雜誌。我光在裡面看了幾十期的《經濟學人》，真的強力推薦，真的強力推薦。來。牛津大學1920年代創立的學位哦，它的設計初衷 ，PPE 的設計初衷就是取代古典學，當做統治階級的現代訓練。一個學位3個學科各佔一點，專門生財通才。它有多成功？我念幾個名字你就知道。威爾遜首相。PPE 學位，卡麥隆首相 PPE 學位，特拉斯首相 PPE 學位，蘇納克首相 PPE 學位，工黨黨魁米勒班 PPE 學位。某一屆國會裡面，光牛津 PPE 出身的議員就有大約40個。英國媒體自己都在寫文章問：一個學位統治英國，這正常嗎？真的不正常，但是它就是一個那個王廚訓練嘛。我們這樣講，來 PPE 的訓練出來什麼能力？一周讀完一個題目，寫出一篇論說文，在導師面前口頭答辯，滔滔雄辯，簡直是抒情附身，張儀在世。8個學期下來，你獲得一種超能力，對任何議題在48小時內形成一個聽起來很有說服力的立場。英國人自己有一個毒舌的說法，叫 Essay Crisis Government， 趕論文式治國。周四晚上才開始講，周五早上交卷，文筆流暢，論點漂亮。各位，這就是規則人的極致形態，比律師更純粹。律師還要對判例負責。PPE 這個學位呢，這個訓練只要對這篇論述通不通負責，所以你才會看到，在英國上議院跟下議院裡面滔滔雄辯，基本上就是 PPE 的學位。有沒有用呢？有啊。西敏寺的那套制度呢？議會質詢，首相答問，本來就是為了雄辯家設計的競技場。
丘吉爾靠演講撐住一個國家，這是真的。The darkest hour 至暗時刻就是靠着丘吉爾的演講撐了過來。修辭在動員人心的賽局裡面就是武器。但是2022年秋天發生的一件事情，我認為是本集規則 versus 規律這個主題最漂亮的一次實驗，因為這一次實驗有精準的計時，以天為單位。特拉斯，我跟你講，台灣真是一個專收失敗政治人物的地方。他的母國越討厭他，就越請他。我不知道台灣來過多少這樣的人？特拉斯來過台灣 ，Mike Pence 來過台灣 ，Pompeo 來過台灣，都還拿徽章什麼小的。我跟你講，我真想要做一集整理過來，台灣收納了哪些別的國家不要的垃圾。笑死人！好，沒關係，我繼續往下講啊。來，特拉斯也是 PPE， 他是牛津莫頓學院辯論社出身。9月6號就任首相，9月23號，他的財政大臣端出迷你預算，大規模減稅，不復裁員，而且注意這個細節，刻意跳過 OBR 的獨立審查。OBR 是什麼？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中文叫做預算責任辦公室，是英國政府自己成立但獨立運作的財政看門狗。它的職責只有一個，替每一份預算算賬。你這樣減稅，錢從哪裡來？國債會漲多少？經濟成長撐不撐得住？跳過 OBR 呢，等於考卷不給改就直接交出去了。我不是開玩笑的。Mike Pence 雖然是美國卸任副總統，但你知道川普超恨他的。當年攻占國会山莊的報名說要吊死彭斯，我改天有機會再講，這真是媽荒謬到了極點。那好，我們繼續往下講。那你等於繞過最強的監督單位嘛？意思說，特拉斯提出來這份預算只有論述，說的好聽，沒有對賬。單純就是 PPE 式的作品，立場漂亮，修辭完整，數字再說。盧里說：“朱大大不要一直不經意摸鼻子，那你是財帛宮啊？幹摸財有什麼不對？而且我跟你講，真正摸鼻子的原因是什麼？我鼻子有很多貓毛啊，我每天在那邊吸，我家毛飄，我家的貓毛飄，有時候吸到鼻子就會癢。來，所以我們繼續往下講。”結果特拉斯推出了這個政策之後，市場就用數學在算了，英鎊對美元跳水到歷史低點有多低呀？媽的，史無前例的低呀！史無前例的低呀！英國國債殖利率飆升，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國家短時間可能不行了，我們趕快這個借錢給他，速度快到退休基金的槓桿部位差點連環爆。英格蘭銀行被迫緊急進場買債救市，房貸利率跳升，直接打到每一戶要續約的家庭。10月14號，財政大臣被撤換。10月20號，特拉斯宣布辭職。從就任到宣布下台45天，史上最短命的英國首相。英國小報做了一個全世界都笑的實驗，開直播看一顆萵苣的保鮮期會不會比首相任期長。萵苣贏了，萵苣贏了，恭喜你啊，恭喜啊！萵苣贏過了英國首相的保鮮期。而且唐寧街10號啊，就是首相官邸那一隻貓叫 Larry， 他是最近英國跟首相同居人裡面看過最多任首相，至今已經看過6任首相了，一任一直走，但是 Larry 還活着，賴瑞老貓還活着，你看多開心。那結果呢？10月14號，財政大臣被撤換。10月20號，特拉斯宣布辭職，
從就任到下台45天，史上最短命的英國首相，英國小報笑他笑到不行啊！各位，在這45天裡面，真正發生的事情是什麼？把特拉斯轟下台的不是在野党，工黨連手都沒出，不是黨內政變，黨內政變是結果，不是原因。把他轟下台是債券市場。是幾兆英鎊的資金在幾天之內對一篇論述完美、財源空白的政策論文超級減稅，打了一個不及格的分數。修辭可以說服選民、說服黨員、說服媒體，但修辭說服不了殖利率的曲線。對啊，Tree 68354說新首相還要叫 Larry 學長，因為他早在這裡已經住的比你久太多太多了。科學終將勝利。這裡的科學不是穿白袍的那種，是供需，是風險定價，是借錢要還這條比牛津大學古老10000年的規律。你如果借錢都不還，這個世界就毀滅了啦。這一章的結論是，一個重視 PPE 訓練的國家，把說服人的技術磨到了人類文明的頂點啊。代價是什麼？代價是他的統治精英裡越來越少人受過被現實反駁的訓練，都是被同學、被教授反駁。他寫論文，論點錯了，不過扣分而已。治國家論點錯了，扣的是全國人的房貸呀。好啦，5大強權看完了，美國是規則人主場，一約無敵。規律來了，開聽證會。中國人是規律人滿座，執行無敵，但現實不能否決權力。德國是懂規律的人服從規則，賬單延遲送達。日本是規則統治到消滅的人，連吹哨聲一起消滅。英國呢？規則人的話術巔峰被市場45天處刑。5個國家5種配方，沒有一個逃過同一條定律。現在我們要去看那個把這條定律推到極限的國家。接下來這一章真的是悲劇，真的是悲劇。來，第7章要進到殺死遺傳學的國家了。前面5個國家啊，我用了不少吐槽，不少玩笑，但是這一章真是悲劇。這一章裡面有真實的死者，有餓死在自己國家監獄裡面的科學家，有半個歐洲承受的輻射，實在是沒有辦法開玩笑。這位會計師同學啊，特別想說，他說我對蘇聯不熟，很好奇他該歸哪一類？是工程師的官僚體制呢？是黨國計劃體制，還是另一種？答案是很簡單，3者都是。正因為3者都是，蘇聯才是這整集最重要的答案。蘇聯是人類史上最徹底相信科學可以規劃一切的政權。他不只讓工程師治國，他把整個國家當成一個大工程來設計。5年計劃、集體農莊、電氣化。列寧說過，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它是規律人統治的極致實驗。那麼這樣一個崇拜科學的國家，理論上最尊重科學才對吧？我講2個故事。第一個故事關於一個叫做Nikolai Vavilov 尼古拉瓦維洛夫，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植物學家之一。他做了一件事情，領先全世界幾十年，真的很偉大。他跑遍5大洲，收集各地作物的種子，建立了當時全世界最大的種子庫，超過20萬份。他提出了作物起源中心的理論，
想弄清楚人類的糧食從哪裡來，怎麼育種能夠餵飽更多人。他的目標要消滅飢餓。你看多麼崇高的理念，多麼偉大的情操。但是同一個時代，另一個人崛起了。克羅菲姆 Lysenko 克罗菲姆李森科，烏克蘭农民的兒子，是农艺師，他不相信基因。他說不相信就不相信。他說遺傳學是資產階級的偽科學，基因是唯心主義的發明。他相信的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拉馬克主義，生物後天獲得的性狀可以遺傳，環境可以直接改造物種，小麥甚至可以變成黑麥。用今天的話講，這是偽科學啦。這是偽科學，但李森科有一樣瓦維洛夫沒有的東西，他會講政治正確的話。他向農民承諾奇蹟般的增產，他的理論符合人定勝天的意識形態。他說對的話給對的人聽，史達林喜歡他。於是科學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瓦維洛夫1940年被捕，罪名是破壞農業跟間諜。這位想要消滅飢餓、建立了人類最大糧食種子庫的人，1943年初死在薩拉托夫的監獄裡面，死因是餓死。我再講一次啊，因為這句話必須要被聽清楚。那個窮盡一生要讓人類不再挨餓的人呢，餓死在自己國家的牢裡面。而他守護的那個種子庫，那個種子銀行，在列寧格勒圍城戰的時候，他的學生們寧願自己餓死，也不吃掉種子庫裡面的種子，因為那是留給未來人類的糧食。有幾位研究員就在堆滿可食用種子的房間裡面活活餓死。看這一段讓我超感動的，以身相群的科學家說的就是這些人，他寧願有以待將來，自己餓死也不吃這些種子，因為這些種子將來要拿給農民來種的。你看這情操高不高？但是他們輸給政治鬥爭了。你看他們真的是以身殉道啊！有多少人能夠在快要餓死的時候守住一個金山銀山堆滿了可食用種子的地方，他寧願餓死也不吃這些東西。那你看這個才叫真正的科學家，他簡直就是神農嘗百草，然後把自己毒死啊！第二個故事啊，是1948年8月，列寧全蘇農業科學院開了一場會。這場會之前呢，蘇聯的中學、大學還在教遺傳學，還有生物學家公開批評李森科。這場會之後呢，全部結束了，沒有，政治已經定義定論了。遺傳學被正式宣布為唯心主義的偽生物學。反人民的科學，研究遺傳學的科學家被趕出學校，趕出研究機構。這場會的報告是李森科在史達林直接授意下準備的。會前1個月，也就是1948年7月15號，聯共中央政治局第64號決議124點親自批准。在聽直播的各位，你注意這個時間點了。1個月前，1948年7月，全世界的遺傳學家剛在斯德哥爾摩開完第8屆國際遺傳學大會，戰後第一次重聚，慶祝科學交流恢復正常。大會主席穆勒在演講裡面說：“我們要對抗李森科主義，這是全球科學界重要任務之一。”1個月之後，蘇聯用了一場政治會議，把自己的遺傳學連根拔起。從那一刻開始，
從那一刻開始，蘇聯的生物學跟世界科學斷開了，斷了整整一代人。當西方在1953年解開 DNA 雙螺旋，開啟分子生物學革命的時候，蘇聯的生物學家還在被迫學習小麥怎麼變黑麥。你等不到的，你一輩子等不到，除非有黑麥的花粉飄進去啊。代價是什麼？李森科的農法被大規模推行，作物在收成前枯萎腐爛，田裡長滿雜草。而中國在1950年代末期學習李森科的方法，配合大躍進，結果是人類史上最慘重的饑荒之一啊！我們不把饑荒的死亡數字全部算在李森科一個人頭上。饑荒的成因是複雜的，有政策、有天災、有集體化的結構性錯誤。我們必須要誠實，但李森科主義是其中一根被政治意志硬插進農田裡面的錯誤的支柱。當一個國家用政治決議把正確的科學趕出實驗室的時候，換上一套聽話的偽科學，土地不會抗議，土地只會欠收，欠收不會開記者會，它直接讓人餓死。好了，這是政治否認生物學。1986年，更大的悲劇來了。政治對上物理學了，車諾比 Chernobyl 這件事各位比較熟，我講最關鍵的一點，而且我盡量講的讓沒有理工科背景的人也聽得懂。車諾比用的爐子叫 RBMK， 是蘇聯自己設計的一種反應爐，它有一個要命的設計特性，術語叫做正子空泡係數。這個詞你不用背，因為不好懂，不好懂。那我直接解釋，翻成白話是什麼？設計良好的反應爐呢，爐芯一旦過熱，冷卻水沸騰變成蒸汽泡，會把這個隔開來，核反應會自動趨緩，等於它自己會踩剎車。RBMK 相反，水一沸騰變成氣泡，反應反而變得更劇烈，等於它自己踩油門，越熱越快，越快越熱。這個特性呢，蘇聯的核工程師都知道，但它在體制裡面被列為機密，操作員不被允許知道自己手上這台機器的真實脾氣。那天晚上只不過是做一個安全測試，一連串的違規操作加上這個被隱瞞的設計缺陷，共同引爆。爆炸之後呢，體制的第一反應是什麼？瞞報，不是承認，是掩蓋。當地黨委沒有第一時間疏散，莫斯科的通報慢半拍，瑞典的偵測站先偵測到輻射，全世界才知道蘇聯燒了一座反應。普里皮亞季的居民在反應爐已經敞開燃燒的第二天，還有小孩在戶外玩耍。各位，這裡我們要用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當局話術反向解讀。當一個體制把設備的真實缺陷列為機密，當它在災難發生後的第一反應是維穩而不是疏散，那這個體制保護的從來不是人民，是體制自己不能犯錯的實話。一個滿做工程師的國家，一個把自己當成大工程來設計的國家，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因為在蘇聯科學從來不是最高的，權力才是。科學家可以被嘉獎，只要他說對的話；科學家也可以被餓死，只要他說的真話不中聽。科學家呢，面對工程師可以蓋出偉大的水壩，但工程師不能說這個爐子有問題。如果那句話會讓體制難堪，你說了就完蛋，就這麼簡單。這就是這位會計師同學問題的最深一層答案。他問了社會科學有沒有真理，我一路推進到現在，真正致命的從來不是規則會不會變，是有沒有一個力量大到可以跟
大到可以跟物理體系對抗。蘇聯有啊，他命令遺傳學閉嘴啊。他命令遺傳學閉嘴，但是沒有救啊，遺傳學還在啊，遺傳學還在啊。遺傳學的確從教科書上消失了，他命令那個爐子的缺陷閉嘴，缺陷就變成機密了。但是各位，這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話：規律閉嘴了，但是規律沒有消失。被禁止的基因還在每一株麥子裡面運作，不管李森科承不承認，被列為機密的正子空泡係數還在那個爐心裡等待。不管黨承不承認，你可以讓科學家閉嘴，你可以讓科学家餓死，你可以把真相列為國家機密，你唯一做不到的是讓規律本身停止運作。政治可以否決科學家，政治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成功否決科學，它否決不了。這就是科學終將勝利的真正意思，不是說穿白袍的最後會贏，是說你欠規律的這一個賬，你欠規律的這個賬，他一定可以收到。瓦維洛夫的種子庫今天還在聖彼得堡，以他的名字命名。李森科的名字成了偽科學的同義詞，麥子從來沒有變成黑麥。前面有個網友，我根本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的，他說什麼這個大躍進跟李森科有什麼鬼關係？我只有一個答案：去讀書，因為這是太粗淺的歷史無知，不讀書才會這樣，好嗎？但我也懶得教你了。你如果這麼笨，那就回去再說了吧，沒得講啊。大躍進是，唉，隨便，不用講，這個真的很愚蠢。謝謝魯魯米抖了一個芒果刨冰，這個本片比多喝水可以代謝。公衛碩士中研院院士說出這種話，是不是代表綠共跟蘇共一樣，科學真的會勝利嗎？那叫做中研院院長不讀書，不是科學不勝利。中研院院長不讀書，你要怎麼辦？不讀書的人當上官，叫做政治任命，好嗎？所以就自己思考了啦，好不好？那來，我们接下来要進到第8章了。哎呀呀呀！我們從蘇聯這個沉重的地方走出來啊，要認真跟各位討論這件事情啊。這位會計師同學說，我可以接受結論是制度比背景重要，但他希望我保留一些篇幅討論背景到底影不影響制度，還有制度是不是真的大於背景。這個 OWTS 9999說補一個目標，風興說黃巢示範過了，打進長安比考進長安容易。McKinsey 謝謝你抖了一個珍珠奶茶，魯魯米是芒果刨冰。
來，這個全爾尼塔問的問題是鸡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們要很認真的分析，因為前面7章你可能會得到一個太簡單的印象，反正制度決定一切。領導人是誰不重要。河畔微光說，為了我們美股必須抖。微軟在7月29號收盤之後要公布財報哦，看起來不太樂觀，不是財報不樂觀，是股價不樂觀。來，我們先繼續回到今天的分析，領導人是誰重不重要？沒那麼簡單。我們先看背景有用的那一面，台灣自己就有例子。孫運璇，電機工程師；李國鼎，物理學家。這2個人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推手。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把台積電扶起來那套產業政策，背後就是這批技術官僚的思維。看數據，重執行，相信技術能改變國運。你不能說他工程師背景不重要，正是那個背景讓他們看得見半導體這條路。背景決定什麼？背景決定你看得見什麼。背景就是一個鏡片，一個分析儀，是一個頻譜儀。一個工程師看到一個爛攤子，他看到的是待解的系統問題。一個律師看到同一個爛攤子，他看到的是待議約的利益衝突；一個英國受過 PPE 訓練的政客看到的是待論述的立場選擇。同一個世界，不同的眼睛，背景是鏡片，決定你視野裡有什麼，沒有什麼。所以背景不是不重要，背景很重要，它塑造領導人的問題定義能力。但是我們再看制度更大的那一面，同樣是工程師，孫玉璇、李國鼎放在台灣的制度裡面，成為經濟奇蹟的推手；把同樣素質的工程師放進蘇聯的制度裡面，他們會變成什麼？變成執行李森科命令的螺絲釘，變成明知 RBMK 反應爐有缺陷卻不能說的技術員。同樣的背景，2種制度，2種命運。各位趕快記得要按讚啊！我現在看不到按讚數有多少，但是記得按讚，至少可以看到比較不一樣的，把我們的直播推出去。我最近直播大家又都看不到了，又都在抱怨，怎麼都不知道。來，再往下講。所以這2件事情呢，不是互相取代，是接力的。背景決定領導人看見什麼，制度決定現實能不能說話。一個好的領導人背景可以讓國家看見正確的問題，但如果制度不允許現實反駁權力，你看見了也沒用。你會像蘇聯一樣，把正確的科學趕出去，把聽話的偽科學請進來，而滿朝的工程師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反過來，一個好的制度，就算領導人背景不對，也有糾錯的機會。特斯拉是 PPE， 不是經濟學家，但英國的制度，自由的債券市場，獨立的央行，會用腳投票的資本，45天就把它錯誤標出來，糾正掉，把它拉下來了。制度替背景的不足做了停損。所以，為什麼？結論是制度比背景重要。不是因為背景不重要，因為背景決定是上限，你能看見的多高，而制度決定的是下限，你錯了之後跌得有多深，能不能夠爬回來。一個國家的長期命運賭的不是這一任領導人有多天才，賭的是當領導人犯錯的時候，現實有沒有管道把他叫醒，有沒有管道把所有人救出來。這就是給這位會計師同學的關於雞生蛋，蛋生雞的答案。背景是雞，制度是蛋，但決定這個物種能不能夠
活下去的是那個讓雞跟蛋不斷互相糾錯的環境。乙一說眼界改變人生，但我們被政府困在井底，說得很對，所以你必須要經常出國，必須要經常看國際的消息，然後你才能看到人家看不到的東西。很多時候我們賺錢或者我們存活，都是因為我们看得比較遠。所以我一路來到了本集直播的最後一章了，最後一章的正文。這一章是專門寫給那一位定做的會計師同學，也寫給每一個專業一直改版的人，律師、醫師、工程師、老師，每一個懷疑過我這行的知識會不會過期的人。謝謝 Thomas Yao 抖了一個柯基犬。我們把這位同學的原始焦慮再念一次。如果我的專業是一套會隨社會演變而調整的制度，我該如何理解它的價值？我該用什麼心態投入自己的職涯？我現在給你完整的答案，分成3層，在我背後也看得到。第一層，你手上那把尺確實不是真理。這一點你的直覺完全正確，不用騙自己。Gap 不是物理定律 ，IFRS 不是，它會改，它以後還會再改。接受這件事，這是誠實。謝謝 Natasha 的抖內，也謝謝謝義軍這個抖了一個芒果刨冰。第二層，一把尺不是真理，不代表量測本身不是真理。長度是真的，只是公尺跟英尺只是約定的量法。企業的經營成果是真的，賺錢還是賠錢是真的，只是怎麼計有很多種約定。你的專業不是在守護那把尺，你的專業是在守護誠實量測這件事本身。再注意一下，誠實量測這件事情本身，準則會換啊，但是不能做假賬這件事情，2000年來從沒變過。羅馬商人要誠實記賬，威尼斯銀行家要誠實記賬，今天的你也要啊。量尺一直在進化，但對於誠實的要求呢，是規律等級的，它不會過期。會計師一定要誠實，律師要誠實，法官要誠實，醫師要誠實，老師要誠實。第3層也是一件最重要的一層。你問準則為什麼一直改，讓我很不安。我把這句話整個翻過來，讓你分析。準則一直改，不是因為它不夠格當真理。準則一直改，正是因為它對抗一個永不改變的真理，叫做人性。還記得第1章提到的 Goodhart 定律嗎？只要有量尺，就有人扭曲量尺。21世紀初，美國2件大案，你可能都聽過：安龍案。能源公司用一大堆表外公司把負債藏起來，2001年破產。世界通訊 WorldCom 電信公司把日常營運費用登記成資產，硬是把虧損記成獲利，2002年爆掉。每一次的會計醜聞都是人性在鑽當時準則的漏洞。然後準則制定者打補丁出新版，人性再鑽再打補丁。Chanita 說完全明白，非常感謝朱大，就是要這樣。你今天要做的是中心思想。我講的東西，有網友說啊，要不要誠實啊？我講的東西你都可以複查的，你去複查看看是不是對的。我都已經複查過了。那我說謊幹嘛？是有多賺錢嗎？
我現在每次直播是能多賺多少錢，然後我騙你，我跟你講，我真要騙你，我就出去跟你講，你要怎麼樣子勵志向上，打破重圍，重新創業。但老子不是要這樣講啊，好不好？認真要培養自己的翻譯能力，去了解這社會的真相。每一次會計醜聞都是人性在鑽當時準則的漏洞，然後準則制定者打補丁出新版，人性再鑽再打補丁。所以你的專業之所以永遠在改版，不是因為它虛弱，是因為它站在第一線對抗人類最頑強的那個東西。只要有利益，就有人想造假。物理學家很幸福啊，原子不會為了逃稅而偽裝自己，你沒那麼幸福。你對付的東西會思考，會說謊，會請律師。你的準則每改一次版，都是文明對誠實這件事情又補了一次防線。在聽直播還在懷疑自己的那位同學，我最後跟你講一句重話：正因為規則會變，拿規則的人才重要。規則會變，拿規則的人，測量的人的操守才重要。如果會計準則是一條永恆不變的物理定律，那我們根本不需要會計師寫個程式跑就好了，跟計算重力加速度一樣。準則之所以需要人，需要專業判斷。你之所以是一個無名路邊的網友，是因為人家不相信你，因為你什麼能力都拿不出來。对，就是这個白痴，我他媽在說你。你如果今天有資格跟我相庭抗禮，我會覺得你說話有道理，但是你沒資格啊，孩子，你就是路邊一株雜草。你要當雜草就繼續當雜草吧。米勒桑，謝謝你的抖內，你也不要覺得你一直留言變很了不起，沒有哦。這個叫什麼 ？Denti 細媽逼呀！來，繼續往下講。在聽直播可能還在懷疑自己的那位同學，我最後告訴你這件事情。準則之所以需要人，需要像你這樣的人，需要專業判斷，需要職業道德，恰恰是因為它不完美，它會變，它有模糊地帶，它面對的是會鑽漏洞的人性。你的價值不在於背熟一套不會變的答案，你的價值在於當規則跟不上人性的時候，你這個受過訓練的人還守得住那條線。一台機器可以執行規則，只有人可以在規則失靈的時候記得規則本來要保護的是什麼。這就是我對你問題的完整回答。你不安的來源，制度一直變，不是你專業的弱點，它是你專業現在還存在，一直存在的終極理由。所以真正的結論，我們今天的直播一開始像是一個哲學，後來像是歷史課，但接下來走得更遠了。謝謝 Sharon Wu 的抖內。所以從會計師來信走到華爾街的財報季，走到台灣高鐵的3把尺，走到美中德日英5個國家，走進蘇聯那座殺死遺傳學的監獄，最後走回到這位同學的問題。現在把所有東西擺在一起，我給各位一個總結，3個情境收尾。最好的情況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背景讓他看得見正確的問題，而制度又允許現實隨時反駁他。這種國家會犯錯，但他跌倒了，爬得起來。因為總有一個管道把現實這個聲音送進決策的房間，這是最幸運的組合，但代價是什麼？代價是這種制度永遠吵吵鬧鬧，效率不高，沒有一錘定音的痛快，因為它就是人性，它就是人的邏輯。你要現實能說話，就等忍受現實七嘴八舌、瞎雞巴講。
最壞的狀況是什麼？蘇聯領導人相信自己就是科學，制度不容許任何人反駁權力。這種國家可以蓋出偉大的水壩，送人上太空，效率驚人。但它的致命傷是，當他錯的時候，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叫醒他。他會把正確的科學家餓死在監獄裡，把盧子的缺陷鎖進機密檔案，然後在某一個春天的夜裡，讓一座反應爐替他把這所有的欠賬一次結清，代價是半個歐洲陷入了輻射，人類歷史上發生了最嚴重的核災變。而我們大多數人所在的位置啊，在這兩者之間，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專業、每一个人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當我錯了的時候，我允不允許現實把我叫醒？這就回到科學終將勝利這句話了。我要在今天把這句話講到最精確。科學終將勝利，不是說科學家最後一定當家。歷史上科學家常常輸，瓦維洛夫輸了，他餓死了；梅克爾懂物理，但他服從了選票，科學家會輸的。科學終將勝利的意思是，你欠規律的賬，他一定收得到，一分不少，只是延後。蘇聯否決了遺傳學，遺傳學沒有消失，它只是等蘇聯自己解體之後，重新回到俄羅斯的教科書。德國廢了核電，物理學沒有懲罰梅克爾，他把電費賬單寄給了10年後的德國工業。特拉斯的迷你預算違反了財政規律，規律沒有跟他辯論，他直接在45天之內把他拉下台。高鐵換了3把量尺，延緩破產，但那些設備的真實損耗一天都沒有停，只是換了個科目繼續累積。70年攤提，請問鋼筋水泥只會存在50年之後就賭命了，你怎麼覺得高鐵可以存在70年呢？規律不投票，你沒辦法說服他的，沒辦法賄賂他，沒辦法把它列為機密，他甚至不跟你吵架，他只做一件事情，記賬，他把這些賬原原本本的記下來。你可以說是生死簿，你可以說是死亡筆記本，你也可以說它是會計賬。這位會計師同學，你知道嗎？這正是你這一行最古老的隱喻啊！複式簿記啊，有一條鐵律叫做借貸必相等，英文叫做 debits equal credits， 每一筆錢的來處跟去處兩邊必須對得上，差1塊錢賬就不平。這條規矩呢，從1494年就寫在威尼斯出版的簿記教科書裡面，500多年了，一個字沒改過。你以為你在記公司的賬，其實你守護的是整個文明對賬一定要平的信念。規則是人寫的，會改，會被投票推翻，所以會被董事會決議修訂，那是規則的宿命，也是你職涯永遠要學新東西的原因。但賬是規律記的，它不會消失，只會延遲送達。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懷疑社會科學有沒有真理的會計師，其實一直站在真理這一邊，因為你這一輩子做的事情，就是不讓任何人逃掉那張最後一定會到的賬單。真相總是傷人。你手上的尺的確不是真理，科學終將勝利，但你量測的那件事是真理。等價交換是規則可以改，賬不能賴。改規則的人以為省下了成本，其實只是把賬推給了還沒收到賬單的人。規律不投票，但他記賬。所以各位，現在又到了我貼上我的這一個狗皮膏藥的時刻啦。那各位，如果覺得今天的內容沒有那麼哲學化，讓你學到了一些東西，學到了一些歷史的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
所以啊，希望我們今天剛 Chen 金盞花抓得準。我每一集都會用賬單來代表人類，因為不相信科學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賬就是賬啊，賬不平是沒有辦法做記賬的動作的。你可以改規則，你改不了規律啊。規律就是一定會發生啊，你可以用規則不停的往後延啊。GoPro 6573说阿朱越來越精進，後面螢幕文字比例好清楚，好大，又是黑色的，我看得好清楚，眼睛輕鬆又舒服。而且我必須要講，我就因為你們一直碎念，所以我把我人中間的這一區呢，給 AI 講說不准做圖在中間，就這麼簡單。所以希望圈銀塔學到的一些東西，人掌握體系的時候，你真正的價值就是剛正不阿啦。但是剛也有網友講啊，台灣現在的狀況就是不能說實話，這個我也同意。但是你不能說實話，你可以做一個誠實的人。你晚上說實話可以面對自己，睡得比較好。那你如果一直改變，那就沒有辦法，好嗎？所以好啦，這個今日也謝謝斗內的網友們。那要不要再談美國股市？要看，因為顯然沒有達標。那我們就再看看下一次吧。明天聽說好像有人要上街遊行，但第一個我不跟，第二個這個我也沒有興趣上街。天這麼熱，拜託，好不好？那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那各位。接下來就到有沒有什麼問題？沒有，沒有，沒有。好，那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來投票啦。各位，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講得好，而且這個腳本寫得也好的話，請按1。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腳本寫得好，講得不好的話，請按2。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腳本不好，講得也不好的話，請按3。河畔微光說沒達標沒關係，我們再湊一湊嘛，搞不好這個微信啊、支付寶啊，媽抖內抖一抖就滿標了。哇，壞掉龍九今天留到最後啊，還打了一個999。河畔微光說我在工作中線上支持。來，各位投票啊！明天我看看講什麼。明天我講的好像反而是買美國武器啊！哎呀，太讓人吃虧了！怎麼會是這麼奇妙的題目？Mr. 阿卡塞子說晚點還要整理明天要帶出門的東西，看阿卡塞子永遠不休假的感覺。趕工為什麼有這麼累？真奇妙。這個我看是誰啊？不好意思，他這個界面呢，實在不是很好分辨。RWD 說喜歡朱大的古代人物分析，現代人物分析也很讚。然後淵淵也有小董目標，這是不好意思，昨天的來不及念。那所以也謝謝淵淵，他每次都用綠界抖內，非常非常感謝。但他今天可能聽不到，就這樣子。誰他媽要去遊行啊？我有病是吧？哇，謝謝葉老偉，還抖了一個，還抖10顆星呢，難得。還有 Natasha， 好，
好，你補足了，是不是？來，謝謝 Natasha， 你補足了。我下禮拜就在微軟的那個財報公布前，我們來分析微軟跟 Google 的狀況，好不好？謝謝 Natasha， 這麼努力認真。壞掉龍九說趕工真的要命，20多年沒放假。你說馬卡收個屁東西，他是出去工作啦，上街嘞。David Jackson 說，對於呂不鍬歷史學家台灣400年歷史有什麼看法？我是不知道什麼人會去買歷史課啦，看書不就好了。好啦，各位，今天的直播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那跟大家說拜拜了，拜拜拜拜。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приговор, сталь, земля вечна. Поет о далеком лед, трещит под тяжестью лет. Небосвод, что казался высоким, ждет кровавый полночный ответ. Взгляд, как искры костра в буране, сердце молот в грудной тишине. Срок измеренный, путь наш в тумане, ножны брошены в стылой волне.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нег окрасится в цвет заката, твердь 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в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приговор, сталь, земля вечна.